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阿尔文。今天的题目是呢，对方知道我喜欢他吗？或者是他也喜欢我吗？好，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检测，好，看看这个暧昧的关系是怎么样，已经发生到什么样子的能量哈。来，这边1、2、3，好，选择你比较有感觉的牌。那记得可以到第4个阶段领取好运，还有到第5个阶段听取今天的节拍型的，好，不要忘了。来，开始选牌喽，那我们开始喽。来后，这是今天选到第1张牌的朋友哈，这个原本是审判牌，这边写给我们关卡牌，没关系，一样哈，我们明白就好。来，先抽第1张来看看你们这段关系的能量和核心概念是什么？那跑出来，来，一开始出来是隐士牌哈。隐士牌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方目前应该是隐隐约约有感觉到，但是他不确定，或是说他其实知道，但他想确定的东西，他希望具体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暗恋他，然后我猜想啦，他其实不太知道你在偷偷喜欢他啦。目前这个选一的朋友哈，我发现他他对于自己内在的世界，他自己现在心里有一个想追求的东西，比较他的专注力比较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可能对旁边的某一些比较感受性的、直觉性的感情面的东西比较有点木讷。目前情况看起来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那他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东西啦，哦。而且目前看起来的话，他自己内心的某一种秩序哈，还也是正在调整中哈。所以，我猜想他也许有感觉到，但他又不是很认真去确定你喜欢他的这个能量或什么，或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么敏感啦。好，虽然说这张隐士牌有点在暗示说这个人，其实还会往自己心里去思考的。可是这个思考的部分是比较物质面的，比较具体的，它比较不像是一些摸不着头绪的东西，也不是感觉的东西。他在整理的不是他心情或那些东西，他在探索一个，应该说比较有生活的东西，他在探索一个比较真实的世界概念。哦，不太像是他不太因为感情喜欢或什么的在那边困扰啦。你金币绅士人权，好，如果以这个方式来看的话，来看一下哈，这隐士牌，在金币里面它存在着一些。对了，他其实也算是对感情有某一些程度的期待，可是就偏向比较物质的。所以你说他知不知道你喜欢你的话，我觉得他要感受的东西需要具体一点啦。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些嘘寒问暖关系那些东西，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比较淡的东西。我觉得你要让他知道你喜欢他，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一起真的出去玩啊，或是有一起你们要有一个共同点比较雷同的，可能有个人兴趣吧。就是说，他可能喜欢去哪里玩，然后你也会跟着去。他有某些休闲活动也是你也能够参与的这种具体的，而不是只是情感面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或者精神上的一种交流。那个东西对他来讲比较不是那么快，不能说没有。比较不那么快到达他的内心，就是说他会没有那么快让他感受到，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对于精神上的支持啊，比物质上的支持那方面更能够丰沛他的心，他会找到一种安定跟安稳的安全感。可是这一个人他比较喜欢的就是你可能就是要往一些生活方面的想法去，就是要比较生活面的支持，比较生活面的陪伴，比较要有生活面的相处，他才能够慢慢把你这个人的角色带入到他的生活里，成为其中的一个因子，一个成分。即便你对他的喜欢，或是你有付出，这目前这看起来是暗恋的话，他能感受到的可能最多就是比较好的朋友，或是朋友，或是有你的存在，可是你可能是别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这样，他知道你这个人，然后他收到的那个喜欢的程度好像还没那么强烈。我觉得也不是说你给的，或是你付出的你表示的不够明显，而是他能接收的那个讯息好像不是这一个，不是你现在给的那个频率上。可能你要让他知道你喜欢他，或是比较深刻的感受到你喜欢他的这个能量，可能要比较偏向生活和物质这一面的。因为第一张牌就出大牌隐士牌，所以能讲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其实这张牌它背后带来的一些星群啊各方面的塔罗牌，它有暗示了魔术师啊、什么女王牌啊、太阳牌之类的，然后它也连接了比较多的金币能量，都是那种8、9、10啊那后面的，所以他希望的是，如果你要让他感受到感情上的话，他比较希望有踏实感的。就是说，他跟人相处，他需要有踏实感，比较有踏实感。就像我刚刚讲的，要生活感比较重的这种相处，这种感情的累积，才能够慢慢在他心里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你才能让他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你要让他开始比较重视你对他的喜欢，或是比较能够深刻感受到的话，我觉得你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不是说住在一起或者什么，只是说尽量找机会。能够在你要让他知道他的生活方式的话，你尽量能够加入或是去理解，才会慢慢的这关系才会慢慢的比较有更多的交流跟连接啦。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牌哈。我想问的是，你还可以多做些什么？编出的是权杖9。一般来说，其实权杖9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内在的那个火能量啊，什么都还是有点太多。而且我发现你现在可能对于这个关系，你的付出跟你散发出来的讯息，他可能接收的不够，你已经有点劳累了。然后你看，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你心里的那个情感面还是很丰富哈，还是很想付出更多，然后让他明白。可是就像前面讲的，就是目前可能方法是有点错啦，有点偏了。也没有说你这个做法是真的是不好，而是说我们要调整一下那个方法哈。就可能之前你跟他表示的方法，他可能没接收到，或是他觉得很平淡，或者是他觉得那就是很平常的事情。然后，可是你自己本身，你可能已经开始有点累了，就是你可能有一点小失望，觉得奇怪，我怎么付出这么多东西，好像做了很多东西，对方好像都没有什么感受。目前可能能看到的就是可能你所表达的东西有点，你的热度是有啦，我相信他好像也有可能有感受到一些你的存在感，但是好像着力点不够，可能就是其中的方法错了哈，方向感错了。再看一下，你还能有什么给你建议？还能做什么？圣杯3他这个可能，我想你可能不要自己一个单方面去靠近他哈，或是单方面去做这件事。我觉得你可以跟你朋友一起，或者朋友一起邀约他，然后或是可以先从他的朋友下手，就是跟他的朋友比较好，然后再慢慢接近他，然后他可能会从观察到你跟他的朋友比较好，然后才逐渐对你的存在感比较重多，而且如果你在他的朋友圈里面评价也不错，有些人开始称赞说，这个人不错啊，什么，你有注意到他吗？什么那种的，也许这种旁敲侧击，另外从边缘，有点像从侧边侧翼进攻的方式会更有效率。
就是从他的周边朋友啊、兄弟姐妹这种方式跟他们比较交好之后，他在心里对你的存在感或者是重视度会慢慢的累积起来，然后你那时候再慢慢付出一些你的喜欢，他可能会比较明白。目前看起来，你现在的那个喜欢的那个人，他可能比较没那么敏感啦。他也不是说他是真的不敏感什么，他是不敏感外在的东西，但他很敏感自己的欲求、自己心里的问题，他想要解决的，他对自己内在的东西是比较敏感，但是对外在的东西可能就没那么敏感哈。然后，圣杯3跟权杖9哈，他们其中都带来了一些圣杯3，其中都带来一些调和的气息啦。然后圣杯3的话，确实有一种希望你。在这个关系里，或是你想要在更进一阶的关系里的话，可能要做的东西是比较踏实的、比较具体的哈，比较不那么的，反正就是不要那么精神面的。精神面的你留给你自己就好了，你心中要去拿捏一下，说比较具体、比较精神的东西哈。你知道什么所谓的精神的东西，就是说，就只是一些口头的鼓励啊，或是鸡汤类的，都是那种比较飘的，就是比较似是而非的这种喜欢的释出。好，这个就比较偏向精神面的。很多人比较吃这一个逻辑，可是他不是，他比较要具体的，就是一起出去玩啊，一起兴趣要雷同啊，他所谈论的东西你也能够了解的。像这样子比较具体哈，因为它有一种焦虑，比较具体，摸得到的、玩得到的、吃得到的、去得了的，这种就比较具体的东西。然后，因为那个权杖10里面，它有带了一些女祭司的成分，它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往你自己的内在去思考一下，你要怎么调和，因为它也有那个节制牌，它要希望你把具体跟精神东西调和到好一点的时候，再去释放，或是再去传达你的喜欢的那个心情啊。现在可能比较偏向具体的东西少了，或是说你表达不够清楚，但是我不目前看到他是喜欢那个部分的，那你的喜欢可能调整一下到那里，他的感受力会比较高哈，然后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朋友或什么，你从外围开始进攻的话，你的存在价值可能会提升很多。再看下一张，看看还有什么。来，我现在来看一下大体上你们的关系情况。好的，节制牌就出了。其实这节制牌这里已经就是明显走出来说是节制牌这里出了啦。可是其实这张牌里面就已经有节制牌的暗示出来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看一下哦，所以也没错啦。他是就是说，我觉得他确实是没有那么清楚你喜欢他，但是有隐约感觉到你这个人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的关系的一个基础还没有出现，或是没有出现，就是还在摆动中。就是你们是什么朋友关系？是很远的关系吗？还是就是你中间的隔了很多个人才到你，然后你是在很远端的地方偷偷喜欢他，然后可是你所表达的跟往前跨一步的东西都不够具体、不够明确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外在感受力比较差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隐隐约约的有感觉，却不确定那是什么，然后因为不确定就很快就忽视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在他周遭产生一个亮点。所以节制牌出来的时候，他确实怎么说，节制牌跟这个权杖9它有一些内在能量都在强调说，你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平衡没有控制好，会希望你控制好一点。现在多过于比较精神面的东西，因为它那个水能量比较多，水土，我觉得你的那个精神面的能量
被他身上的一些土能量盖过去了，就是盖过去被掩盖到一些比较就是被压下去了。他的目光跟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在你身上就飘过，因为你好像还没有展现出比较值得他会注意你存在的那个点啦。因为目前4张牌底下就有2、3张牌在一直强调说要调和、要平衡，表示你现在这个，你再想一想你表示你现在对于想要传达给他的某些讯息都不够准确，都有点落空了，力道也不够，对方，好吧，再看一下，你可以再多做些什么？准备圣杯8，到了圣杯8之后呢？的确是有点，你现在是处于还是有点失望的啦。你确实是在精神面觉得说，为什么我做了很多事情都不太顺了，已经在准备往朝下一个方向了。这也是前面也确实有说到了，也有说到了，就是因为你那个调和的方式不对啊，就是你一昧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你的喜欢，可能在你的逻辑里，在你的世界里是 OK 的，或是别人这样子对你是 OK 的，可是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可能就不适合这个方式。就像我刚刚回到讲的，如果你要让他知道你的存在比较多，其实你可以想办法进入他的生活，去陪他做很多事情，但你也不要单独1对1啦。然后这边有圣杯上，他可能就是结伴同行，就是看看你可以跟他的朋友先变比较好，或是你看看你的朋友或他的朋友有没有人是交流的，你们大家在一起去，然后也不要故意献殷勤或是太过表现，就是尽量出现的次数比较多，让他，然后中间再找一些机会跟他有比较多创造比较多的共通点，然后因为这些共同点出现的时候，他会比较能够把注意力注意到你身上，你们才会开始有一些对谈上的交流。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人跟人他没有办法人跟人一开始就不会一开始就不会那么吻合来，不会那么契合，都是从一点一滴慢慢往下挖掘彼此的共同点之后，我们才会进入想要珍惜的那个阶段。那现在他还比较前期，就是你要开发这个关系的基底基础哈。这节制牌开始有在讲了。好，因为节制牌它在生命之树的那个桥梁啊，它是处在那个调和与基础基底的这一个桥这边，所以它在调和说，我们要怎么站稳脚步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整理一些比较需要整合的东西。如果你的脚都站不稳的话，你没办法往上去发展一些更复杂的东西。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跟他的这个关系呢，我们还没有建立到一个比较能够让他重视你的存在的那个地方。所以以现在这个比较初步的地方，就是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累积你的存在感在他的世界里。那他才会慢慢注意到说，哦，原来有一个还不错的人，其实还蛮喜欢他的。那有时候人就会，人在没有太多期待的时候，期待一个新的感情出现，或是没有特别期待什么未来发生的时候，当有一些特别的亮点出现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很稀有、很稀奇啊。所以你可以试着，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可能只有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他嘛。你想要创造这个机会或什么。你可以试着这样子从外围慢慢进攻一个螺旋，这样外围进攻到一个螺旋，然后再慢慢进核心，不要一次直接进核心，可能对方会有点措手不及。毕竟你原本的方式跟他不是很马上契合的啦。就是你可能原本对感情的价值观，或是还有他对生活里要增添爱情的这个价值观是比较有点不太一样。但不太一样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共同点找出来就有机会。来，再看看有什么牌子可以。帮你翻一张，看看他现在这个人他现在生活或是情感上有比较需要什么样子的东西。好了，命运之轮。如果是这张牌的话，我想。
它这个牌，首先它会有一个，怎么说？他会希望你主动一点，好，多样一点，多样性一点。就是你的方法可以多样性一点，不要都只是原本你的。你可以问别人的意见，看看有什么选择多一点，然后让这个关系的变数多一点，机会值多一点，而不是只是单纯是一个单一的命运走向。命运之轮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烽火，就是有风在天空这样子絮乱的产生一种各种不同的火能量的喷散，所以你跟他的相处，或是就是你所创造出来的机会，跟他朋友一起加入了他们的活动，或是他可打个比方啦，如果他喜欢打篮球，或是他喜欢看电影，就尽量去加入，然后投其所好。投其所好也不是说你在伪装或什么，就是说你有时候也可以同时开发自己的喜好嘛。很多感情问题没有办法往前走，都是因为你用你自己原本觉得的好，要去让别人一点一滴的套进去之后，你才会觉得这个关系是好。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忘了自己也需要去学习，或是开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会让你自己更有弹性，然后你的本质有所弹性之后呢，也未来你所能选择的对象跟你能够喜欢的对象也会比较丰富。你也能发现不同的人身上的丰富度，然后增加自己的吸引力，然后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吸引力。因为内在很丰富的人其实蛮多的，只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外显。但是如果你自己内在的丰富度呢，多样性也不够多的时候，你很难发现这些共通点。很多来问感情的人啊，很喜欢，希望那个感情的路就是照他想要的那个方式走。当一不对的时候，就开始埋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可其实我一直在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要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为什么一定回到自己身上之后，好事就会比较多发生？因为我们不是要反省自己，而是我要你们发现自己的可能性啊！你没有在挖掘自己的可能性的容量，我们要怎么去看到更多更丰沛的人？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是，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了一个很丰沛的人，一个很棒的人，你很喜欢，你想要喜欢，可是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你自己的内在丰沛度也不够。其实你不够，这个喜欢就偏向于好高骛远了。所以你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你自己本身自己的人格之后，你会发现你再去回头看其他人，看你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个眼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甚至是你去接纳一个不一样的人，也不在你预设想要的那一个条件的人的时候，你去接近他，你会发现有很多惊喜存在。他会开发你，你也会开发他。然后这就是一个感情的火花才会慢慢的起来嘛。那命运之轮在这里出现的时候，确实又在提醒说，你除了自我的调和、自我的调整好之外，你让你自己的表现有比较多样性、比较丰沛一点，你要摆脱一下你原本既有的那个感情概念，好去接受一下每一次接触或是每一天对于感受或对于感情的理解的新的创意、新的不同，好去看看别人的爱情故事，才去看看别人的对于爱情的说话，对于爱情的观感，去接受一下那个，去尽量去接受一下跟自己的不同，就是求异要求的求，异是差异的异，求异，不要太多时间花在求同。求同你会活在一个比较禁锢的概念里，求异的话，你才能够发现更多你跟他自己跟外在的多样性。好，多样性之后呢，这个契合的丰沛度、契合的选项才能够慢慢的往上提升，才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好，然后你也能看到，原来你喜欢的人有这么多的惊喜，你从未发现。你可能也会更喜欢他，也会更欣赏他。那你这种能量散发出去之后，对方也会发现说，原来你有看到我身上很多的不同。
对方才会知道说，原来也有了解我的人，也有能认同我的人，那我也可以开始，他会反过来去，因为你的存在跟你的能量很强，你的理解力、多样性、包容度也很高，它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全新的交流嘛。甚至也不用什么朋友帮忙，因为你自己就已经看过很多，你能够接受很多变化。所以有的时候来问感情这方面的时候，通常我都会看到一个点，通常困扰太多的人都会拘泥在某一个方法跟一个方式跟一个结果里，拘泥在那个结果里或那个方法里之后，他们去希望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要无限可能。可是怎么可能呢？你已经要整个过程或是整个都是在无限可能里面，可是却只要一种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太牵强了啦。好，执着就是只想要用一种方法去解决所有的事情，差不多这就是执着的地方。所以你回到自己，开发一下自己的内在哈。你甚至除了他之外，喜欢的这个人之外，你还可以看到原来他旁边还有更好，更适合啦，不能说更好，或者你也能看出来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知道吗？现在可能就是因为思维太狭隘，或那个东西太窄了哈，被自己困住。来，我再抽。对于你的建议还有什么？这是，这宝剑国王了。宝剑国王的话，宝剑国王应该就是还是在讲一些你的内在困惑的东西，然后其实还是希望你大胆一点啦。就是他这个比较像是他有一个，也的确，他确实还是暗示了你对于某种期许、某种愿景有一些小执着啦。我们常觉得说我们有时候会喜欢一个人，是因为他身上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去追星，会去喜欢一个偶像、一首歌，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因为他们完成了我们没办法完成的梦想，而那个人比较接近那个梦想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的欲求、欲望都寄托在那个人身上。所以当那个人表现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会责备他，会责怪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歌唱得不好，为什么没有唱得以前好，为什么他表演没有什么，为什么他变老了或什么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投射，你自己的愿景，你自己的完美投射在别人身上去做。可是这个会不会这种要求或这种想象，这是还蛮毒害你喜欢的人和你喜欢的这份心？那这个宝剑国王出现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小小的概念，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投射投射在别人身上，这个暗恋的成分，其实有时候也有一点这个，你投射了自己希望被保护或是希望被爱的那个心情，然后你找到好像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以这种想法去思考、去看这个人的时候，自己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执着，所以你对于你喜欢这个人的这个品质会有一些偏差，会有一些误判。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你到底是喜欢他还是喜欢你自己？你希望他来爱你，是因为你想爱自己吗？还是你真的喜欢这个人、欣赏这个人？是吧？他就会有这个偏差，所以我才说回来说你要回到你自己身上的意思是说，你先看清楚自己内心是什么，你才会知道说这个感情或是他在你感受上的重量是什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偏差，所以对方可能感受不到你的喜欢，或是你的喜欢付出的很明显，对他来讲不重要。很多时候都是就是那个方法要调整啦。讲这么多，我来帮你基本整合一下，就是说。因为这里其实节制牌有出现其实女祭司牌又躲在下面也有出现然后呢，在我的看来里面，女祭司跟节制牌出现的次数至少2次以上啦。然后里面有一些你对愿景的执着。对内在愿景的执着，这个你可能要整理一下你是不是把自己太多的向往投射在喜欢的人身上导致对方，因为对方也有灵性也有感受的人嘛如果那个频率磁场是比较不适合他的，很多人就会不小心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感也可能就忽略了你的喜欢。
他可能也就感受不到。我觉得，但是都 OK。他其实内在其实一直在提醒你要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内在的品质。好，目前你现在所表达的东西，对他来讲可能比较偏了哈。不是他不喜欢你，而是他没有收到。好，如果你发现你喜欢的人，他可能所以你说这一题他喜不喜欢你，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程度。我觉得他知不知道你喜欢他，我觉得他最多可能只知道有你这个人在，但你还没有那个基础，你的在他生命里，现在在他的生活里的那个重要性的基础都还没打起来。好，就这样了。选到一的朋友，你可以再努力看看，想想我刚刚跟你提醒的东西是什么。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朋友可以帮忙，他的朋友或你的朋友可以帮忙哈。这边有出来 ，OK， 这个整个表现是不会比较差了，不会很差啦，就只需要调整一下了。好，调整一下再试看看，思考清楚哈。好，就这样，这是选到一的朋友，祝福你哦。然后接下来是选到2号的朋友，好，今天的题目是：对方知道你的心意吗？对方知道你喜欢他吗？或是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来，我们来看看牌哈，就不多说，直接抽。那我们现在抽一张，就这整个整体的能量走向哈。先看看他好了，现在他的状况如何哈？他现在处在一个他现在希望他希望，或是他现在的能量处在一个他需要管很多事情的阶段。他现在所要顾到的事情很多，必须要。我这边所觉得的是，他现在有专注于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他需要领导蛮多人的，然后他现在有想要做的一件事，他现在很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至于你喜欢他，他有没有接收到呢？目前这看起来这个能量没有那么强，因为他太专注于他现在的眼前这个目标了。目前这一张牌是没有给我到那个讯息，他知不知道你喜欢他了？只是。我想在你眼里，他可能真的很专注一些很认真在专注某些东西，可能才会吸引到你吧。直接来看第2张牌哈，他知道你喜欢他吗？这什么？权杖sorry， 这权杖2的话，算是知道。其实他算是知道，只是因为他心中的那一个热情太专注于他现在想要的东西，或是如果权杖2锤的话，我觉得。他知道，但他可能希望先讲，因为他现在希望整个控制整个局面不要太乱掉，可能就这样。我觉得他现在其实他知道了，但是比较平稳的情感，虽然这个内在有那种很的火能量很强，那个散发出来的这个热情，散发这个情感的连接热情，应该说这个对这一件事情的感受蛮强的。但是因为还没有水的东西，它这个所谓的连接还没有出现，只能说他知道，但他没有办法看顾你，他还有自己的很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他对于你的存在，他还希望还在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内，所以你的表现可能需要比较平稳、比较安稳一点，就是比较平静一点，不会有你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在他身边，目前来讲对他还讲蛮足够的。他现在把你放在的位置比较像是这样子。的确，来我再看看，他现在，来帮你看一下哈，他现在愿不愿意这个关系有新进的发展呢？女王牌的话有啦，他有在期待这个关系有新的进展，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你可以主动一点点呢，因为他其实心里并没有冷却，他心里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所谓的反感。而且你在他心中好像也算是一个不错、有趣、有很多创意、有很多你很灵活在他生活里。其实他这个牌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你们2个算是蛮契合的。他好像知道，他确实好像知道你喜欢他，可能就差
因为他这个皇帝牌出现的时候，他想要的他的控制力比较强啦，而女王牌的是一种内在的丰沛、物质丰沛，然后什么的。因为目前看到的是你的存在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是有加分的存在，只是因为他可能有点太专注于要控制整个局面了，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事业，控制。即便是这个将要萌芽的感情，因为感情有萌芽起来了，也就是说，你们的连接可以起来，这个火可以慢慢烧起来。然后我相信你可以再多主动一点，但是记得要在不影响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或是他现在的生活形态、他的时间表，在不影响他这些原本有的东西之内的一种。进阶一种表达一点，再进一步的表达你的喜欢，会比较好因为他还算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性格了。他现在也比较知道说是你喜欢他，而不是他主动喜欢你的。就是这个先后来说是你先的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他处于一个他想要被动，但是又想要控制整个局面的。状态，他也不是欲擒故纵，他只是觉得反正最后是我要控制这整个局面，所以现在不如现在就都先控制好。希望你的表现、你的发展是在他预期内的，不要让他出轨，不要让他脱轨，不是出轨了，就是在他的生活里的轨迹里、轨道里，不要影响他太多。你的这个存在感对他来讲才会有比较好的价值我相信他现在可能也已经发现了你的价值存在了，他觉得你够聪明够能理解他就是那个字要怎么说啊？反正就是比较能理解事物啦你也比较能将心比心你也蛮温暖的不过在这个能量里面，他好像也蛮欣赏你你内在精神。世界的能量蛮强的，这可能是他缺少的。他有一点点摸不着所谓的精神面这个东西他比较喜欢他的能力范围所能控制的东西，好好的就好了。然后内在精神这个风险，他可能没办法太控制。但是你的出现，他发现你精神物质面这东西都准备的蛮好的，你有这个能力因为他这个因为皇后牌在那个什么。生命之树，它是介于那个理解跟智慧的这个桥梁，所以它在这两个地方就表示你的成分是有这个。那它在比较旁边一点点，所以它可能他在遥望着你，能为他带来些什么所以我相信这个牌到了第3张牌之后，他知道你的心意啦，你可以再缓缓的一点点的进阶 ，OK， 这是可以发展下去的。然后再看看他对你有什么期待吗？有什么期待，或是你们两个人关系？2，原本这里的时候因为这里权杖2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权杖2的时候，它有一个分水岭的概念出来，它就是说。可以已经他在遥望一个进阶的方式，可是后来出现圣杯2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已经期待这件事情要出现，或是你们其实中间已经有一些接触，已经让他有一些印象，觉得这个人不错了。所以他知道他知道你喜欢的情况下，还没有确定关系，就是连交往这个关系都还没开始确定的时候，还在属于暗恋或是处于一个暧昧。我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是已经叫暧昧了，还是只是单恋暧昧。可是我发现他已经接受到你的讯息了。只是在他的控制能力范围内，他可能好像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挪移到下一步，可能这件事就要靠你，因为他可能相信你对于这方面可能比较擅长你对精神面、感性面的理解度、分析能力、掌控度比他好一点。只是你可能要给他一点面子啦，就是不要直接告诉他说要怎么做比较，不是一种命令的口气，而是有种暗示的口气，带领他，然后让他觉得控制权在他身上的这种方式会比较好就是给他一些暗示，可是做的是他；给他一些选择，可是决定的是他。就是这种方式，让他你的主动创造被动，好吗？用这个方式来去进阶你们的关系。那么在下一张，其实这张牌蛮顺的其实没什么太多问题。然后，来这样子的话，我可以直接帮你们看时间我看看这3个月你们的
关系会从只是这种知道心意会进展出一些别的吗？那先翻翻看3个月的，好，对，2，3，5，我来看一下啊。如果以这3张牌来说的话，我看一下第1个月。你们可以从一些比较冷漠期比较没什么进展的情侣进阶到比较有生机的、比较有活力的、比较有2个人丰沛能量的新的阶段，可以试试看看。然后到了第2个月，下1个月，你们可以有一些比较娱乐性的接触啦。可能你们可以约出去玩，约出去吃饭，约出去看电影，然后找到一起的共同兴趣哦。就是说很正常啦，都是要培养出一个共同点啦。感情的境界啦，就是这样。从你的暗恋，然后他已经暗恋，已经到了暗恋个你喜欢他的尾声了，可以进阶了。所以这3个月内其实是可以进阶的哈。只是3张牌告诉我说，这3个月呢可以进阶，你们可以发展成一个比较新的相处模式，比较丰沛的，比较更多乐趣，比较更多共通点的。可是记得这个速度要慢一点因为它，就是说这个牌，比较像是你需要，因为是这2张牌的同时出现呐，好，它这2张牌同时出现在上面，就是说它是要往上爬到一个平衡点，同时1张就是需要往上爬到一个平衡点，2张同时出现，就表示说你们要在2个人的关系里面要缓慢的爬到平衡点，那一个上面的那个平衡质量的终点就是6号质量那个地方，那个太深了就不讲。反正就是这2张牌有点像说，这2个月你们可能关系如果要进阶，可以慢慢的、缓慢的往上爬到那一个2个人个性各方面的一个平衡点。也不要太强势或什么，也许他很强势，但其实他内心里不会是这么觉得，他内心里不会觉得他自己需要这么强势，而你的内在比较敏感、比较冷静的那一面，可以带领他2个人一起到一个调和的平衡点，正重要。那吊人牌这个部分，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他在拖慢你们2个人的进展，他可能有预设到说。当你们2个真的接触的时候，那个进展跟速度啊，那个欢乐度、那个火能量会突然就进展太快，突然会消失。它不是突然烧，它就好像烧起来就要消失。它有点叫希望你们能够有点慢慢的走慢一点的，慢慢烧的去培养这个关系。所以这张牌比较暗示说，可能可以从一个单暗恋啊、猜想心意的尾声之后，进阶到更有发展的交往初步阶段，其实是可以的。好，如果选2的朋友，你可以试看看。但你还想要观望的话，我帮你看看如果我帮你问一个题目啦，如果你还是不太想主动，你想被动让他自动跟你提出什么？反正你希望他更主动一点的话，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前场骑士没有啦。目前这看起来2个人谁主动都 OK 啦。因为这个火能量的出现，觉得都可以啦，可以要有点勇敢一点。这个牌你可以把它想成说你是，反正要勇敢一点。你冲一下就可以燃烧，因为它的火能量还蛮强，它好像可以去被勾引出来。如果你是这个关系的燃眉，你可以去引诱他一下然后他身上的火能量就会爆发出来因为他可能有确定了比较具体的东西，所以你可以主动一点，就是说邀约啊，或是如果你害怕直接跟他邀约，你可以
跟朋友一起邀约他的朋友，然后带他一起来，然后中间再创造机会也可以。就是说这个进阶，这个下一步你可以主动一点。其实这个就差2个人谁主动而已啦。其实所以你都已经知道是这个情况，你就主动一点没有关系哈。反正这2张牌的出现，我觉得他在提醒你，你们可以往上爬到新的位置。好，因为现在还在下面一点点，才差一阶，还差一些可以爬到比较中间的位置。好。因为吊人牌其实也是在这一个往上升爬的旁边，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同一个阶段的牌，他就是觉得反正你们都已经在这个阶段了，可以向一阶，只是叫注意一下不要太莽撞。这个其实有一点莽撞啦，但是还是希望你冲一点点，就冲一点点不要一路盲目的冲下去就反正你可以主动的、小心的进阶一点点是 OK 的。我再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他目前各方面有没有什么困扰，阻碍着他害怕，或是还没有完全下决定要不要发展新的感情。我们来帮你看一下有这些问题出现。横的还有宝剑6。宝剑6的话还好，6号数字不算什么，它其实没有什么，正在，他没什么太大困扰了。他现在也已经，我觉得他有所准备，他心里好像就已经有所准备，进到下一个阶段。那他也好像也知道，如果有新的感情的时候，他的方向可以往哪里走。这整副牌都有一个暗示，就是下一阶可能要主动开始，下一个进阶，这个关系的下一步可能要有点主动开始，因为他有一个已经看到下一步跟看到未来的能量在这里出现。如果是宝剑6，它的确是因为宝剑6里面也有星星牌的一个愿望跟念想愿景在里面，水能量在这边就水能量出现在了未来的方向感里。所以他心里就算是这样子，他心里还是有憧憬啦，也有对一段新关系的憧憬，在他心里是有的。可能也许他也在投射在你身上，然后他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有所呈现，有点具体的发生。这整个牌里面往下一阶的暗示蛮重的。再看一下，我帮你看他有所期待什么，他是有什么有期待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很明确的期待。好的 ，OK 了，盘牌。这也是一个进阶牌，这个牌比较像是说他已经进阶了，已经到下一步，然后整个状态啊、升级都已经进到下一步。其实在这2张牌有点类似啦，只是这2张牌只是从哪里跑到下一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都还是一样，整副牌都有所谓的往下一步走 ，OK， 有勇敢一点 ，OK， 但是要慢一点，不要太冲可以有个冲动，但是后面的持续要有冷静，差不多是这样子，而不是那个冲动就持续太久，中间就有很多不理智的判断。可以，这张牌可以啦，你这组牌你思考一下看你要不要从偷偷暗恋的或是暧昧的关系里再往更进阶记得不要太莽撞，但可以跨出那一步。记得可以好好的、慢慢的试试看的进阶不要太大的期望因为现在都还不确定彼此对于比较具体的未来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可以进阶看看，试试看看。目前牌面是支持这个想法的。OK， 那这就是选到2号的朋友。那接下来是选到第3组月亮的朋友这不是真漂亮。来选到第3的朋友，我们直接来抽，然后我们来看看目前他知道你在喜欢他吗？他知道你的心意吗？或是他的感觉是什么的？这一个整个关系的能量是什么好的。是太阳牌。如果我们问的问题是他知不知道，我想他有感受到，而且是一种比较好、比较温暖、比较正面、比较舒服的感受到。
你的存在对他来讲，这牌很明显就太阳牌，你就要往那里想了哈。你的存在对他来讲，大概就是这个方向的。那我想问再更细一点哈，那他对你的感觉如何呢？哦，他其实觉得你们两个现在是在现在现阶段这个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该往下进一步？看来他是有发现之外，他对你也有蛮多好感的，因为他在思考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有可能往下进一步，进一步到什么比较好的朋友呢？还是进一步到可以 dating 呢？还是只想跨一小步，就是只要比现状再多一些就可以了？好像也是有这个能量，只要再帮你多看一点哈。看一下权杖什么我看的，是啦，它有一个，反正就是这个分水岭，它需要进阶，有一小步要跨出去了哈。我再看一下什么。好的，这个是权杖皇后，以权杖皇后一样其实权杖皇后在这里，它其实就是同一种能量的加强。它包含了许多的愿景的突破，也有我必须说，它这个权杖皇后里面也包含了太阳牌哈，它也有太阳的能量，然后它有很厚实，有到皇帝的那个火能量，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确实是一个蛮融洽、蛮不错的，有未来发展的关系。今天的牌很多都是有在暗示说，其实对方有知道，但可以往下一步再试看看。也就是说，如果以这一副牌的概念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往下一步的这一个小步，可以往比较更好的方面去发展下去了。所以对方是知道你的心意，然后他对你有一些不错的感觉。其实你们可以突破，再往下一步。来，我来就问一个，就是说下一步来说的话，整体运势是如何？哟，这时候给塔牌我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什么很崩，因为其实这里就有塔牌在里面了，有那个火，你把它当成是火星能量它是一个付诸于行动，需要付诸于行动去试看看。很多人会在这样子的连续里面会出现塔牌之后，会觉得说会被片面的表面上的那个意义，就是说不行发展下去，它发展下去，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毁灭。可是其实内在有很多的能量在里面暗示着，在串流着。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牌面上的关键字去搭配之后告诉你说，这其实你们的关系是不行。不然你告诉我为什么太阳牌在这里，太阳牌然后又是塔牌。他明明就是说，这关系其实还不错，为什么往下一步就会到塔牌这样崩坏？我觉得这个发展太不顺，不逻辑不对，所以要挖掘一下内在的塔牌出现的内在能量是什么啦。我们不要这样子，这样解释东西太像英文那种克漏字填空了啦，不是这样子。来如果是塔牌的话，我们去看，如果在生命之树里面的话。我看一下它的位置因为它的位置是处在一个好的结果，一个 victory 跟你的基础嘛，有 basic 的那个基础里面的一个串流起来那它是有一种建造创造基础、建造房子的一种概念，它就塔牌在里有一个能量是这样子它也比较像是说，这个起步，这个往下的起步你可以把它重新思考成是一种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那一个概念。所以你们的下一步之后，就可以慢慢搭建出你们自己的。但是因为这算是一个全新的开荒、全新的开垦，在你们的关系跟你们的人生之中，所以它出塔牌的意义比较像是说，有很多你们要进入新的关系或是新的下一节的时候，你可能要让自己内心跟他内心我们先不管他，你就在你自己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疑虑，有很多的过往的经验，有很多的感情的偏见，你要先怎么讲？就像种田一样啦，我们要先松土，先让土壤变好之后，我们才可以插秧。他要的是说，插秧前面的那一个保护土质，让牛耕田，让那个土很活络，不是机器耕田这么强迫性的，慢慢的不疾不徐的，先把你自己本身培养爱情的那一块田地先整理好。
我们再往下一步去哈。这个塔牌给我的讯息是这个啊，它不是什么崩坏，它比较像是说你要整理你原本荒芜的那一地没有生机的那个心理的层面，我们才能够往新的感情去发展下去，而不是一昧的为了追求寂寞的摒除孤独的离开哈，远离孤独，不是这种不要这个概念，或是远离旧伤痛的这个概念，而去发展一个新感情哈。也许你对他的喜欢是你在某方面的投射或是就是怎么讲，反正就投射了，希望他能够回应给你，然后这个人也不错，是可以。但你整理你自己心里的那一块天地，那一个土壤的能量哈，你要把它拿出来。因为那个权杖皇后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温水的感觉啦，就是要灌溉前，那一个水流，当然不能用温水灌溉植物会，那个植物会不太适应。我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内在本质的概念是一种温暖的水，然后才可以慢慢把它培养东西起来，也是一个水能量在里面串流了，所以也是可以往下进一步哈。今天还不错，今天的牌都蛮正面的，然后再帮你看看哈。他对于你们关系要再进一步的思维是什么？他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的具体的接触啦，不是什么身体的接触啦，我觉得是具体的感官的接触啦。就是说，恶魔牌出现的时候，他讲的是无感的哈，有一种五种感受的，就是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闻得到的、吃得到的、摸得到这些东西哈。就是说比较具体的，可能就是要有一起出去玩啦，一起什么的。其实每一副牌到中间到中段都会要提醒这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相处。因为不管你从哪里去算爱情牌哈，它总要进到这一阶嘛，不然我们要怎么跟人产生一个连接互动，找到共通点，成为彼此生活中的重心，彼此在生活中有所重量，成为我们彼此生活中的记忆点。你总要把你自己的亮点在他的生活中凸显出来，所以他这里的概念是说，你们往下进阶，是不是可以培养更多彼此共同的生活面？生活面就是说，一起出游啊什么的。如果你不敢，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其他朋友一起。所有模式都是雷同的啦，没有什么特别的。自己不敢一个人，就用你的朋友或者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然后慢慢再去对你跟他有更深、更厚实的交流。这种两个在自己的约出去也可以哦。如果你的个性是你可以单刀直入，可以约也是可以啊。你们就不急不徐，慢慢的培养彼此的一些连结，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冲哈，也不要太主动或什么，就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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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只要一点一点一点，慢慢走，一点一点的。累积不要贪心哈，这个都是人跟人的关系连接度密切都是要靠时间慢慢的去增加哈增长的。就像刚前面的那个沃土也是要花时间去整理，要长出东西也是要花时间去等待的。再来，他对你有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注意到的期待呢？他是蛮我想啦。他有点我觉得他可能之前的爱情经验比较没那么顺哈，所以他心里有一些伤口没有办法抚愈哈，所以他对你的期待可能是说，希望你不是让他重蹈覆辙的人，或是他可能之前的感情有做错一些很多事情，或是有很多错的判断哈，或是对方有很多做错事，很伤透他的心。他对你的期待，他可能希望说你不是这样子的人哈，所以这一个隐忧埋藏在他心里的对你的期待跟这个太阳牌里面。不过这个也是 OK 啦，这个没有说一定就是不好的，因为宝剑三它其实它算是一个很快速的段落，它就出现了，很快速就要闪过，它不会在这里拘泥太久的一张牌，然后它也代表了说，他希望你能够理解啦。如果你们真的比较接触的时候，他会希望你理解他内在的某些伤痛，他的过往哈。但你不要去挖，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就是引诱他，或是他想说的时候就多一点的投射，多一点的关注。对，就是他自己会说的时候，他可能也想要跟人说，因为他内在，因为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因为我问的是他对你的期待嘛。它其实内在有一些正义的、平衡的风能量在里面，世界的内心的秩序这里有在存在一些内心的秩序的这个能量出现，因为它也代表了一些他自己内在的恐惧他其实内在的恐惧，因为这个牌出现的其实都
对，完全对了，有连我的问题跟出现的内在的一些事件牌的引诱的那个行星的质量，都是往它里面心中的一些恐惧方向所往那里走，所以它确实还是有一些旧伤口，不可能完全平复。但是希望你的出现或各方面说不要重蹈覆辙，他可能也没有期待是你对他在这方面要有所安慰或安抚，甚至也就不要提。可是他希望你能够比起之前的伤痛来说，更理解他个人的品质跟他做人的难处，或是他的优缺点。哦，我想他算是一个，如果你能够想懂他、用心懂他，他会觉得很快乐的一个人。哦，来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那么如果来帮你看一下时间点好了，这牌可以算，因为如果接下来3个月比较适合你主动的时间点有什么？第一个月，在第2个月哦，正义牌就出现，皇帝牌啊，金币6，都可以了。接下来3个月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时间，都算是很 OK 的时间了哈。都算是都算是一个基础上平衡点上，整个趋势、整个能量都算是一个比较稳的时间点。对于这件事来讲，哈，应该说，我觉得他的人跟你的人都不太算是一个很絮乱的，不太算是一个被情绪引诱的，因为前面都那个水能量没有那么强哈，而且情绪你们各方面都不太会被情绪各方面所影响来去判断事情，所以其实你们2个人算是蛮契合的，有机会能够更进一步交流的人哈。那接下来3个月你们的发展或者是要再更进一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哈，都是一些比较祝福型的内容哦，然后也暗示着你们有成熟的能力可以去往下发展。我再翻一张哈，来，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好，宝剑国王哈，也是还好了。宝剑国王又是，宝剑国王的话，我是要问的是说有没有什么也需要注意的？他可能比较像是比较注意的是，我觉得他可能在讲说，还是有一些很小的细节，有一些 kimoji， 有一些美感，你要小心一点，注意一下哈。就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有点在暗示说，对方其实还蛮敏感的。他的敏感比较像是不像是说感受上的敏感，他比较像是说规矩上的敏感啊，价值观上面的敏感，他比较多。所以如果你要再跟他进一步跟他聊天或什么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有一点守株待兔的概念，就是用听的。看看有什么点是你比较能够掌握去回应他的，你再回应，好，不用什么都回应。然后是有些想法你跟他的比较有点相左的时候，先不要表达，就是因为你们2个的关系程度还没有到你表达的时候，他可以比较能够理解或接受的，因为他某项方面哈，对于这个价值观各方面的那个敏感度比较高，所以如果你跟他交换交流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激动，他会有点激动，然后会比较偏向于喜好辩论啦。因为他本身对于这方面的可能是专业的各方面的，他已经认定了某种价值观的坚定度蛮高的哈，所以他这边给的提醒是，如果你要跟他比较细的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多听大于多说哦，你多听他讲大于你多表示。当然不是说你可以永远都不表示啦，就是说你可以慢慢的从能够投其所好的角度再去跟他分享你的想法，而不是去用辩论输赢的想法去跟他分享。你可以比较像是说，但我有个想法，我跟你讲讲啊，你可以听看看。你用这方式跟他讲，然后让他自我接受。你也可以把那个广度先打开，告诉他说，我有这个想法，你听看看，你觉得有不有趣？好，把他投入在一个比较柔软的角度去分享你的概念，然后你再看他的反应。他的反应，因为像这样子的投入对话里面的时候，哈，
对方会比较开阔的心胸，因为他并不是你把东西直接塞给他。他比较像是说，我就听听好了，就像网络上一些资讯，我就听听。可他如果有一些比较激动点，他能够有感受的，他才会比较回应你嘛。你可以多做这个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把你的想法也丢过去。然后，因为人跟人的交流，有的时候我们的对话，很多人没有办法当下做反应，但他会放在心里，或是脑中那个声音会一直回荡。然后他在回家，在他家自己的时候，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些字句会在慢慢的爬出来嘛。爬出来之后呢，他会觉得说，其实你说的也有道理。然后他会发现说，其实我也蛮认同的，只是我当下没有办法想清楚。所以多用一些分享的方式，先多听，先多听他的分享，然后你再去话比较少的去分享一些你的东西，然后慢慢让你们的交流在空气中，在记忆里，在脑里，成为字句里面，慢慢成为文字的交流。自己在别的时间里交流之后，你们两个人的交集才会慢慢培养起来。不要急很多东西都是不是眼见为凭的，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把能量付出了，把字句付出了它会在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慢慢发展出新的故事新的篇章只是尽量以各种选择、各种决定、各种话，都是选一些比较善良的角度去表达就好了来，我再看看有没有你需要提升的地方，来对于这一个感情。好，圣杯六也还好都一样。圣杯六、圣杯六、钱币七都差不多的概念，也还好。我觉得他这个好像也是说，你们的童年有一些共同点啦。就是说，他只要提醒你说，你们以前的过往比较年幼幼稚的那些过往的一些东西，可以拿出来讨论。好像你们有这方面的共同点可以聊你可以产生一些连接。就是说，以前小时候听的歌，高中国中听的歌，可能你们有雷同，或是小时候喜欢的东西，那些东西可以拿来当话题。这个部分也是不错。这边有提醒到这一件事我再看看这里还有什么能量，我是有点忽略的。圣杯六方面的话也还好，圣杯六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太阳牌也跑出来，这里这五牌里面的太阳牌在里面串流到好几个了。太阳牌里面世界牌也有，所以还是不错。它这个其实，方面上你们心灵上是也是可以契合的啦。你可以自然而然的两个人多制造一些新的相处方式，而不是为了要关系进阶的相处方式自然而然的让相处方式多一点多样一点多面一点，然后看看有没有自然而然的变成进一阶，从只是单恋变成是交往吧，先试看看交往初期这样子慢慢的走上去就 OK。这个牌蛮顺的啦，你可以试看看他对方知道你的心意你们可以往下一阶进行下去，没问题的。来吧，祝福你，这就选3的朋友。来，我们到了第4阶段，来领取今天的好运来，我随机抽3张牌，看看好运是给什么好，这是直接掉出来的牌，这一张抽底牌好了。然后今天的是钱币9，圣杯8，再来是宝剑7。好的，我来仔细看一下目前看起来，剑7的话，这方面 OK。圣杯8的话，让我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串联，因为它其实中间是有些能量上的冲突啦。必须要把它串联起来，看一下它到底要我表达什么。其实我看起来，它像是说它给你的一个祝福，就是其实你因为这是每3种能量都跑出来，他在告诉你说，其实你是一个内在很丰富的人。他希望给你一个，其实今天呢比较在领取一个谏言他告诉你说，你是一个内在很丰富的人，不要困在自己的选择跟思绪里面尽量有勇气的开发一下自己的可能往外接触一下更多的人，脱离自己原有的偏见跟原有的经验
他可能需要你去旅行，去接触更多的人。其实这里有一些去接触更多的人的概念哈，而且他觉得你现在算是现在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只是你开始觉得生活有些乏味了。但这些乏味呢，是因为你困在了某些你原有的价值观的偏见跟已经拥有的经验里，有点没力哈，你有点没力，或是没有精神，或是没有勇气再去开拓一个新的世界。我想这一题比较像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多去旅行，看看一些你没去过的地方，拿出一些勇气。我常讲一件事，就是说，有些最有惊喜的地方，就是你最害怕的地方。通常你害怕的地方，都是充满着惊喜。当然，这逻辑很对啊，因为你害怕，你从来没去过。其实里面有很多你生命跟你的人生所需要的惊喜，都躲藏在那里。就像去打电动一样，我们学校都有一个大迷宫，走了这么久大迷宫，所以你找到了那个宝箱，宝箱里面就是你从来没有期待过的那一件宝物，却对你的人生非常有帮助，你也很需要。好吗？这副牌就大概就这里后，他所要请你领取的是冒险的勇气。好的，来后接下来来讲讲今天的解牌的心得哈。今天解的3组牌，其实这3组牌都有在暗示，其实多多少少对方都知道自己的心意，然后只是深浅问题。然后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来看牌，其实你只是想知道对方有没有知道你的心意，然后没有办法往下一步的话，今天3组牌都有在提醒，其实可以再往前跨一步，但是那个步伐都不用太大。然后牌里都有讲过，都在讲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内在的平衡哈。内在的调和你都要先调，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要先稳定起来哈，我们再往下一步走。我们想要知道对方对自己有没有知不知道自己喜欢他，其实这就表示你不想要只处在单恋的状态，你希望能够尽量也能够进到暧昧，或是进入到交往初期。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期待嘛。那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自我内在的整理。所谓的自我内在整理呢，有很多是包括了你之前的恋爱经验的失去或是失败啊，那些挫败的经验，然后你还没有舍去，然后却想要把它带到下一个恋情里。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们暗恋别人的投射里面呢，是我们把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应该说我们把我们完美的想象投射在现在喜欢的人这个人身上，而且是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或者重演之前的那些错误，或是类似的人再出现。所以我们才会把我们的心仪对象做一个这种完美的投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的危险啦，就是你投射出来的东西可能不是你最需要的，而且你投射出来的东西有时候有点过于完美，缺乏人性。人就是要有一点点缺点才会比较有立体化嘛。有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欲求投射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小心的对别人的要求太高。然后可是因为在这种感情有时候是一面镜子，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爱对方，其实我们真正其实想要爱自己。那我们把想要爱自己的方法投射在别人身上，然后让别人把那些爱自己的方法返回来的对自己做。其实你可以先对自己做啊，那些你要别人爱自己的方法，你可以对自己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当做自己是自己的情人啊，你每天可以试着送自己一朵花，送自己一杯咖啡，好像自己是自己的情人。你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原来你的爱人能力跟你需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模式。所以你再看看你暗恋的人，或是你现在心仪的对象的人，才发现说，其实他们很适合，或是他有些不足然后你还可以发掘更多的人啊，或是发现到更多的世界的可能性啊。其实不要被寂寞跟孤独牵着走，而去把这些东西投射在一个你暗恋的人身上所以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啦你自己的平衡。因为3组牌都有在告诉我说，因为3组牌里面节制牌跟女祭司牌出现的，其实在底下没有翻出来，它只要在底下那个能量在底下很多次我至少看到了7、8次所以自己的觉察，自己内在的平衡自己内在的那一个调和不要混乱。你要好好的整理完之后，呼吸也要顺畅记得那个呼吸要顺畅，不要太激动，不要火能量太多也不要太土能量太慢你要让它达成一个平衡可以4种能量轮轮转然后让自己比较明确的觉得自己准备好了要去看待一个新的感情，或者下一个或是目前的感情的境界
好，因为你这个能量或是你自我的建立足够了，后来的回应，挫败的回应啊，顺利的回应啊，如你所愿的回应啊，不如预期的回应，你都能够接受，因为你准备好了各种可能性的发生哈。所以记得哈，希望你们有听清楚或听懂我说的意思。那现在再次祝福你哈，这里是丰盛奥文，谢谢，下一集见。